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，我是殷大吉。1999年7月16日，一名身穿花 T 恤的男子登上了韩国各大新闻的头条版面。他就是因为越狱而闻名的传奇人物申昌元。为了抓捕他呢，警方动用了90多万的人次，逃亡的2年多时间，他还盗取了将近10亿韩元，自己挥霍的同时呢，还拿去做慈善，被人称作韩国传奇盗圣申昌元。既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，也是让人口诛笔伐的犯罪分子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申昌元的故事。1967年，申昌元出生于全罗北道，兄妹5人，他排行老4，7口之家也过着贫苦的生活，但命运却并没有善待他们。申昌元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肝癌病逝，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身上。可无奈父亲酗酒无度，对子女漠不关心，之后还给他们找了一个继母，对孩子也是视如空气。这个家庭只是在象征性的维持着完整。韩国的小学是免费义务教育制度，但学校还是会以各种名目叫学生捐款。申昌元的家庭环境摆在那里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捐给学校，然后还碰上了一个不称职的老师。在申昌元后来的自传中有写过这段经历，学校和老师非但不关心这些贫困的学生，反而把他们拿不出钱看成是一种白嫖，轻则言语上讽刺恐吓学生，不出钱就不能毕业，重则辱骂和体罚。在5年级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和自己说，这没钱来什么学校，你就快滚吧。那申昌元就在这种家庭学校都得不到关爱的环境中成长。14岁那年，上了3个月中学的申昌元辍学后，因为偷窃第一次被送进了警察局，然而他的父亲却让警方把他带到少管所，几个月后才被释放。这一次经历让申昌元彻底迷失了自己，他感受到了父亲觉得自己是个麻烦，于是就变得更加顽劣，多次因为盗窃被关进少管所或拘留。1989年3月28日，22岁的申昌元与4名同伙抢劫文具店，其中1人竟然动手杀害了文具店老板，即便他只是共犯，依然被判了无期徒刑。申昌元在汉城的监狱里服刑了一段时间，于1994年被转移至釜山监狱。在服刑期间，犯人都要参加劳动。申昌元在狱中从事的是木工的作业，一直以来他都表现良好，而且态度非常积极，成为了一名模范犯人。在获得狱警信任的同时呢，也可以降低对他的监视级别。而担任木工的他每天都会用铁锯工作，这也让他的心理得到了启发。积极良好表现的背后呢，其实是一场缜密的越狱计划。首先，他通过自己的工作便利条件，搞了一把小型锯条，藏在了鞋底，带回了牢房。牢房厕所的墙上有一个通风口，之后他每天都会趁上厕所的时间，用拿来的锯条偷偷的锯通风口上的铁栏杆。铁栏杆的直径是1.5厘米。这个申昌元呢，特意选择下午的6点到8点进行操作，因为在那个时间监狱里会播放广播，可以掩盖锯铁栏杆发出的声音。也为了不引起怀疑吧，他每天只花20分钟，每次只锯1点。可是还有一个挑战，就是通风口长32厘米，宽28厘米。那个时候的申昌元身高1.72米，体重80公斤，这个程度是完全不可能钻过通风口的。于是他在那一个时期也开始了减肥，2个月就减掉了15公斤。就这样，总共花了4个月的时间，锯下了2根铁栏杆。在1997年1月20日深夜，在完全没有人发觉的情况下，申昌元从通风口钻了出去，顺利打到室外，然后跑到狱中当时正在建设的教堂。建筑工地被一圈围挡拦着，他就用锯下来的铁棍刨了一个狗洞，钻进工地之后，找到了绳索等工具，利用这些工具逃出了监狱，消失在了夜色之中，暂时结束了他长达8年的监狱生活。整个过程1个半小时，始终没有狱警发现。申昌元开启了自己的逃亡生涯。逃出来后呢，他马上在附近一户农家偷了衣服和自行车，骑到釜山市区，再转乘计程车逃往了汉城。那当然啊，有人越狱马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，况且还是在韩国著名的釜山监狱。警方伴随着民众的抨击和媒体的冷嘲热讽，对申昌元发布了通缉令。这申昌元顺利到达了汉城，这是他人生第2次来到首都。他要面对的就是尽快找一个维持生计的办法。但作为一个逃犯的身份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所以他只能重操旧业，进入富人区的人家进行盗窃。尽管在监狱服刑多年吧，但是专业技能却并没有退化，每次都能够顺利得手，很快就有了充足的活动资金。但是发现繁华的汉城，各种消息传播的很快，那自己的通缉令在大街上都能看得到，他马上转移到了中青南道的天安市。在逃跑的第10天，申昌元进入了天安市的一家咖啡厅，准备休闲放松一下。那为啥说咖啡厅能休闲放松呢？
因为那个时候韩国的咖啡厅服务员是可以作陪的，就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。那接待申昌元的呢是一位姓全的女服务员，我们就称呼她为全氏啊。端了2杯咖啡，走到申昌元身边问：“这大叔能一起喝一杯咖啡吗？”然后就坐在了申昌元的旁边。而申昌元就感觉非常的诧异，问这个全氏：“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啊，看起来脸色不是很好啊。”啊，是因为我最近正在感冒。好，那你等着。说完起身就离开了咖啡店。不久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带来了感冒药和能量饮料，就表现出了全是从未感受过的温柔和绅士。2个人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之后又陆续约会了几次。申昌元呢出手也很大方，各种买，个人形象也不错，自然就收获了芳心。2人正式成为了恋人的关系。处在热恋的时候，申昌元就想，一直用假名字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是长久之计，索性我就摊牌了啊，我就是逃犯申昌元。然后讲述了自己的悲惨故事，被迫盗窃，艰难越狱，四处躲藏。那全氏听完之后会是怎样的反应呢？大叔，明天开始就住在我家吧。从此申昌元跟全氏就同居在一起，还养了一只宠物犬。2人很长的时间就像是新婚夫妇一样生活在一起。这段时间，申昌元也只能不断盗窃，维持2人的生活。另外一边，警察对申昌元的通缉追捕一直都没有停止，悬赏金额是500万韩元。就这样一直度过了9个月。1997年10月18日，一位执勤的张警官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打来电话的是自己老家的一个朋友，说在镇子上有一位非常奇怪的顾客到他这个店里来洗车，夏天穿长袖，一身西装啊，出手很阔绰，洗车费用是1万韩元，还给每一个人1万韩元的小费，所以就引起了自己的注意，就越看越像电视里的通缉犯，就打给了自己的警察朋友。能抓住9个月的逃犯是个绝佳的立功机会啊！于是张警官就带着一个小老弟儿单独行动，火速赶回老家，带着逃犯的照片和朋友一确认，就是申昌元没错。心想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放弃了周末的休息，拿他的照片在周边进行排查工作，还真就在晚上找到了申昌元的住所。他们来到了这间2楼的公寓，但是确认了申昌元并不在家。那警察就决定埋伏在这个楼里面等着。那经过1夜的蹲守，10月19日凌晨5点半，在外围观察的小老弟儿对讲机发来消息说，哥，申昌元的车即将到达住处。张警官就手持气枪埋伏在2楼的楼梯拐角，直到听见申昌元的脚步声一步一步靠近自己。当2个人马上碰面的时候，张警官直接现身，很快啊，连开2枪，一枪击中右脸，一枪击中头部。申昌元的头上马上涌出了鲜血。正常来说，被击中这2枪，人会出现昏厥。张警官直接扑向了申昌元，但是申昌元瞬间爆发小宇宙，全力挣脱，顶着满头的鲜血突破了包围，跑了。那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和逃犯同居的全氏了，而全氏就装作完全不知道。那如果我知道他是逃犯的话，怎么可能还跟他住在一起啊？他就这样说，张警官也完全没有办法。随后就对他进行了监视。可一共就2个警察，完全不够用。申昌元还是找到了机会和全氏见面。9个月以来，2个人第一次经历分别。这人呢就是这样啊，在一起的时候不会知道离别之苦。2人相见以后开始互诉衷肠，情到深处，申昌元跟全氏说：“跟我一起走吧。”去哪儿啊？我们一起逃亡，浪迹天涯。我不去啊，我又不是逃犯，我逃什么亡啊？那全氏的这个态度呢转变，让申昌元感到很无奈。没有办法，那分手吧。但全氏的内心又很矛盾，既不想分手，又不想跟他走。就说你是逃犯，你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能愿意跟你啊？那你去找吧，看能不能找到女朋友。短短的10天时间，申昌元给全氏打来电话，就把我的行李收拾一下，因为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，而且已经同居了，并且新女友姜氏才21岁。全氏内心的矛盾直接转化成了愤怒，真的愤怒了。行啊，那我们就约个地点见面，我把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就约定在了一天晚上，天安市的某处停车场见面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申昌元开车到达的时候，全氏已经开车先到了。申昌元下车，慢慢的走向全氏的车。那突然2个人从车的后门窜了出来，很快啊，直接给申昌元一个裸脚，准备将其制服。这2个人正是警察。全氏在愤怒之下选择了报警来报复这个负心汉。3个人也扭打在一起。神奇的是，2个警察没有打过逃犯，反而双双被打倒。张警官马上掏出手枪，准备向申昌元的大腿进行射击，结果手枪出现了故障，子弹卡住了。申昌元直接把全氏拽出车外，开着他的车消失在了夜色当中。
这一轮抓捕又失败了，但是申昌元的车却留在了现场。对这个车一盘查，有了重大的收获，在车里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以及盗窃来的赃款赃物、金项链、各种名贵首饰、名牌手表和为了躲避追捕用的假车牌，以及大量现金，还有一本逃亡日记，里面记录了逃亡时期的内心感受。也从这之后1年多的时间，警察再没有了申昌元的任何音讯。尽管是悬赏金额从500万涨到1000万，到最后涨到了5000万，并且先后出动了95万人次的警力，都是一无所获。申昌元在逃窜的同时呢，依然在不断盗窃。整个逃亡的2年零6个月的时间，申昌元的足迹遍布了整个韩国，行程共计4万多公里，盗窃共计9.8亿韩元的财物。但这些财物作为一个逃犯来说是花不完的，所以他经常拿这些钱做慈善，直接捐给教堂、孤儿院和养老院。后来被韩国人起了很多称号，当代道圣、东方罗宾汉、现代洪吉童。那洪吉童是500年前朝鲜古代的英雄人物啊。总之，给他身上加入了很多侠义的人设，而且包括之前权势和姜氏2年多时间，一共交往了5个女朋友，全都是餐厅或者是咖啡厅的服务员，并都告诉他们自己的逃犯身份，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报警。首先，他的形象还是很帅的啊，反正我是这么觉得。然后他还会给女生花很多钱，甚至买房，所有人都会被他的这个诚意所感动啊，钱不钱的无所谓。主要是我喜欢你这一身侠骨柔情。媒体也不断渲染申昌元的逃亡故事变得越来越离奇。随着他劫富济贫的事迹被曝光之后呢，也收获了很大的人气。那期间发生了很多插曲，警察为了找到他的下落，对一个前女友采用暴力逼供，被曝光后涉案的警察被免职。还有一次市民报案发现了申昌元，警察也进行了逮捕，结果发现是假的。然后那个市民和警方因为悬赏金的问题对簿公堂，结果市民胜诉，领走了5000万韩元。这种种的事情都让群众对警察很失望，在这种情绪的带动之下，反过来就去支持申昌元，希望他永远别被这帮警察给抓到。那最后申昌元是怎么落网的呢？这是在他逃亡的第907天，1997年的7月16日，申昌元所在的全罗南道顺川市的公寓里，燃气管道出了问题，他就打电话给燃气公司。那边就派了一个修理工，而这个工人呢，曾在韩国的陆军情报部门服过兵役，所以心思特别缜密。他来到公寓，首先看到这一个新婚夫妇的公寓里面竟然没有结婚照，任何照片都没有。然后男主人在家里面还戴着帽子，对视了一下，大概就知道应该就是逃犯申昌元。出来之后呢，他又去房产中心查了一下公寓的登记信息，发现房子竟然是登记在女方的名下。那众所周知，韩国是一个男权社会，那个时期更是如此，买房都会无条件写在男方的名下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人就是申昌元，肯定没跑了，直接就进行了报案。那警方马上组织了46人全副武装的队伍，多线包围后，直接闯进公寓，拿枪对着他问：“你是申昌元吧？”“没错，我就是申昌元。”申昌元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逃亡，也知道这一刻随时会到来，所以被捕的时候非常的淡定，没有一丝狼狈。期间他还说了一句：“不要再出现像我这样的罪犯，希望大家在社会和家庭中多多关心问题少年。”他的被捕过程也随着电视的转播传遍了整个韩国，而他当时所穿的花 T 恤马上成为了爆款，直接卖到断货。如果谁能有一件同款的 T 恤，别人只会评价他2个字：时尚。再次入狱后呢，也有民众因为他的一些善举而请愿减轻刑罚，但是韩国的法院并没有法外开恩，在原来无期徒刑的基础之上，又被加判了22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再度入狱的申昌元也不再逃避，认真服刑。之后在自己逃亡日记的基础上继续创作，正式出版了自传书籍《907天的告白》。里面很多内容被披露，申昌元的内心世界开始被解读。他在书里除了反思自己的过错以外，也有提到，如果父亲能够对我好一点，如果老师能够摸摸我的头说你是一个好孩子，我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面对之后的服刑，他开始不断学习。2004年通过了高等考试，然后不断自学法律专业和心理学。2011年8月18日，申昌元在监狱企图自杀未遂，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在不久前去世。虽然他对父亲的失职耿耿于怀，但是入狱之后，父亲是唯一来探望过他的亲人。
脑部严重受伤的申昌元康复后重返监狱，至今仍在服刑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经受法律的制裁。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罪犯。希望大家在社会和家庭中多多关心问题少年。这一句话却引起了当时韩国社会的舆论热潮，因为问题少年的形成绝对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，与家庭教育、成长环境密不可分。如果因为这些因素造成了孩子误入歧途，萌生了仇恨的种子，就很难再将他拉回到正轨。关于当时社会对于侠盗精神的赞扬，也只是那一个年代特有的思想风潮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就显得无法接受。用《武林外传》中的一段经典台词就可以说明一切：什么叫道义有道？全都是胡说八道。贼就是贼，没有什么好贼与坏贼之分。随便偷点东西、抢点东西送人，就叫侠义了吗？社会秩序乱了，社会风气乱了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顷刻之间荡然无存。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正义，那这种偷来的正义，我宁可不要。那就这样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。如果还喜欢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支持一下，我谢谢你了，拜拜。